那个打针有点惊悚哦。那时候当时医生跟我说，哦，这针打下去会有点晕哦。我那时候当时想说，半身这样坐着晕，顶多就是这样子有点不舒服。我没有那个要趴下来打，因为我那时候趴下来打针的时候，一打完是你很像这样，就是整个灵魂被抽走，你就是整个软，然后真的一定要趴在枕头上。我在想，如果我是坐着打，我应该会这样摔下去，就是真的是蛮危险的，一定要在医院打针。Hello， 大家好，我是Regina，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是半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突发性耳聋。因为我当初经历这个病情跟治疗的时候，上网查其实资讯蛮少的，然后它又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然后因为这个病呢发生的非常快，然后它又有黄金治疗期，所以如果错过的话，你就很可能变成永久性的听力损伤。那我自己觉得它在发生的初期又很像一般感冒，你很容易会忽视。我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必要分享给大家知道，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你我都可能遇到的状况。我有写成记录，所以今天会偷看小抄，因为也发生在半年，然后有些细节有点忘记了。那我先说结论，结论就是我后来有治好，我现在耳朵是完全恢复的状态。我自己的爸爸是没有治好，因为他当初不知道自己是这个状况，他以为自己是耳朵老化，然后他就也没有治疗。我甚至之前有带他回去找我之前帮我治疗好的医生看，也打过针都没有用，就是他的耳朵已经神经坏死了。我觉得如果你有遇到相关的症状，就是绝对不要延误就医，然后越谨慎是越好的。像我是有点偏执，所以后面会跟大家分享。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病情，就是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我耳朵突然就是有轰隆轰隆的声音，就是开始，然后都是没有停的，不间断。然后它声音就是有一点像你积水在耳朵里，然后你那种就是耳朵里面有水在摇晃的那个轰隆轰隆的声音，然后就蛮不舒服的。但是我右耳是正常的。因为我当时有一点感冒，我就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可能是有点感冒并发的，然后就没想那么多。然后我想说可能晚一点就会好了，就一直到隔天都没有好，所以我就决定去看耳鼻喉科。那因为隔天是周六，就只有一般的诊所有开，所以呢我就去一般家里附近的耳鼻喉科诊所简单看一下。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他觉得我感觉像感冒暂时性的耳塞，因为他用那个放大镜或什么东西去看仪器去看我的耳朵，里面也没有东西塞住，然后喉咙也没什么问题。依照我讲述的东西，他会觉得很像是一般感冒，但是他也有说也有可能是梅尼尔氏，但是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晕眩，所以他就说他也觉得应该不是梅尼尔氏，但是他是跟我说他先开3天份的感冒药，那边治疗感冒的过程中看看耳朵状况怎么样再回诊。我那时候就想说可能吃完药就没事了，所以我就吃了药，就吃了药2天，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我耳朵完全没有好，然后我在外面的时候有点危险，是因为我这边完全听不到，所以我会有一点分不清楚声音的方向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出去外面，尤其过马路就有一点危险。这样，我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慌张了，然后我也只是随手发了一个说耳朵轰隆轰隆的发在限动上，然后就有网友跟我说赶快去看医生，可能是就是那个突发性耳聋。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没那么衰吧，那种病感觉就不是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先挂号了3种的医生，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看这个，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病嘛，我以为只是感冒或一般的暂时的耳聋。挂了那个医生之后，那时候医生是在我的病历上面写神经性耳聋，但是医生觉得不是梅尼尔氏症，然后有做了听力检查，就是那种就是听很多音效的那个，然后现场看了报告，听力确定有明显下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就是正常你可以听到的，大概是这条在这，这是我右耳，然后我的左耳是直接掉到这里，这样。一开始还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只是稍微有一个什么状况，然后直到我看到那个报告的时候，我心就是整个沉下来，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听力损伤的部分。然后医生就说他确定听力有问题，然后他跟我说他先开高剂量的类固醇跟利尿排水的药给我，然后他说回去再观察这样子。后来上网查，就有些人说就是建议高压氧啊，或是打针，但是3种的医生没有帮我做，我当时就有点紧张，所以我就问了一些小咪的家人，因为小咪家人是从医的，所以他们就比较理解这个，然后他们就说确实神经性耳聋的部分的话，会有一些是可以做高压氧会比较好，或者是打针，但是他觉得医生如果说不用的话就暂时不用，所以我就想说好就先听医生的。后来隔了一个礼拜回诊，我吃了1个礼拜的药，然后回诊的时候我自己感受上是没有变好，然后医生就是先做听力检查，然后我听力检查再检查一次呢，我的听力还是一样，就是掉下来的这样。医生就是有点尴尬，他说有改善但不多，他真的讲了这一句，他就说叫我继续吃一样的药。可是因为我上网查神经性耳聋，就是真的有说黄金治疗期是1个礼拜，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所以我就问医生说，我上网查有看到就是
打针啊，或者是一个高压氧啊，那个医院刚好有，我要不要做？然后医生就说他觉得不用，就是先观察就好。然后我就已经有点慌张，因为很多网友跟我说，就是他们遇到的状况，还有护理师背景的说他们遇到这个状况，就是真的是1周内一定要打针，然后或者是一定要做一个积极的处置，只吃药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紧张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先不要再等，然后我就是隔天又再去挂，因为说家人从医嘛，我就问那个医生说3种有没有专门看这个的医生，后来就有介绍了一个医生，我就决定再去挂3种的这个医生，因为我家离3种比较近，所以我就觉得不想跑那么远，先去3种，而且3种感觉就是一个什么都有的规模的医院，不是小医院。然后我去了之后换了一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他认为前一个医生的治疗方向是对的，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觉得只是药量可以再减半，然后再继续吃。我有问说我有没有需要打针的高压氧，医生都说不用，然后他建议我下次回去找一开始看的那个3种的医生回诊就好。我有把这件事情转达给就是家里从医的，就是家人跟他们分享，他们是说可能在面子上就是不能对外就是说原本的医生看的不好，因为毕竟是同医院的嘛，然后他也可能怕有点抢病人，所以他也是希望我回去找原本的那个第一个找3种的医生看诊就好。可是因为其实到当下我已经没有什么信心，因为我的耳朵完全没有变好，而且完全就是一直轰隆轰隆。你们知道那个就是听不到跟一直听到很吵声音是2回事，就是你睡觉还是轰隆轰隆轰，所以我完全是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就是我的耳朵就是一个很像真的一直有人在这里开演唱会，很吵。那时候当时的那个3种的第2位医师也是有一点觉得说，他可能觉得我一直讲说我上网查怎样怎样，他可能觉得我很烦，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可以不用再回去找他，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种我在这间医院可能也不太可能再找第3个医生了，因为有点没信心，所以我就决定找别的医生。然后因为刚好网友很多人海量的推荐，我真的觉得网友真的救了我的命。首先我先去找第一个是中山杨怡翔医师，然后我会讲他的名字是因为他是专门看就是耳鸣、晕眩跟这种神经性突发性耳聋的，我会把他名字起来这边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们大家有问题，可以去找专门的医生做检查，对，跟治疗。我那时候上网查，就是这个医生是他家2代跟兄弟都是专门都是看耳朵的，所以我就决定给这个医生就是看一下。然后那医生一看完就说我的黄金治疗期已经过了，而且他看了我的病历，认为3种的医生处置的不太好。但是因为我不带个人立场，完全就是医生怎么讲我就怎么回。他是批评了那个医生开的类固醇，可是因为如果不开类固醇，我要吃什么？因为我上网查确实。在西医的处置上，神经性耳聋就是要类固醇，因为它等于神经发炎这样。然后吃类固醇又不能中断，所以那个杨医师就很尴尬的说，那不然你就减量吃，然后吃到就是下礼拜回来再让他开别的药。他觉得我不是梅尼尔氏症，然后我有问他说我们需要打高压氧或打针，他说就是模棱两可，就带过这个话题，他没有说一定要打或不要打。所以我当下听完的时候就是觉得有点茫然的。他批评了前面医生的医嘱跟治疗的药物，但是又希望我继续吃，我就会觉得有一点，身为病人会有点心情不知道难以消化。然后我当下有在中山医院就是安排听力检查，但是他的设备非常的旧，是旧到那种我觉得光是带仪器在身上我就已经听到噪音，所以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按，我就觉得有点这样会不会影响我的那个检测。当时我在中山医院做那个听力检测的时候，那个检测师就跟我说你是什么状况，我就跟他讲我好像是突发性耳聋，有医生这样跟我讲，就是前几个医生检查是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那刚刚杨医生没有跟你说要打针哦，然后我说没有那他说啊，通常应该要打针了吧，然后他说你这个已经好几天了会不会救不回来这样，他只是讲的有点委婉，然后他也没有批评医生，他只是觉得说我应该要再积极一点，因为很多人这样就错过黄金治疗期，就是耳朵会永久听力受损，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更紧张，然后我就跟小蜜的家人讲，然后小蜜家人就说，其实他不应该造成我恐慌。我当时心情真的超爆差的，我差到就是觉得我人生好像无望，虽然就只是听力啊，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听，可是因为你原本都好好，就像你突然一只眼睛看不到一样，你一定会很紧张、很无助。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上网查关于神经性耳聋，也有很多的说法，有一种叫神经性耳聋、突发性失聪、突发性耳聋之类的，就是它有好几个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挂了3个医生看，然后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一点太多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太有事。然后小咪就跟我说，他觉得我有点恐慌，然后他希望我可以冷静，然后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就是既然看杨医师，你就等下礼拜再回诊就好，就是不要一直换医生。然后我也知道，因为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我当下有点太紧张，然后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感觉是没有好转，所以会很恐慌。就那时候心情也不好嘛，然后也没什么事情，就是小咪就希望我就休息，所以我那时候在家我就滑手机，看到有网友推荐我名单有一个荣总的廖文辉医师，他也是专门看突发性耳聋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去给这个医生看。小咪那天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挂号了，就是荣总的廖医师，然后刚好隔天就能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再去看一次这个医生，如果这个医生讲的都差不多，那我就不换了，就是都再给这个医生看就好了。他那时候当时是觉得有一种，就是他觉得我病急乱投医的感觉，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我耳朵真的很不舒服。但是他就是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说好，那他明天早上载我去看医生。那边到荣总蛮远的，所以就是一定要他载。然后我后来一大早去，然后就觉得哦，荣总分科超细的，就是他耳鼻喉科是分开，他是耳科、喉科、鼻科。所以我那时候刚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中山医院完全是两种等级，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医院规模很大、很仔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就觉得说感觉这个医院应该蛮好的。然后因为小咪以前有在荣总实习过，他就是觉得荣总的资源还蛮完整的，确实是我在荣总不太可能还会需要转院这样子。我自己知道我很焦虑啊，然后就是也有被网友酸说你就是 trouble patient，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如果今天反过来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会急投医，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得的是癌症，你绝对会找很多医生，甚至民间疗法都会去尝试，因为就是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我是在诊间的时候，我不会把情绪或者是一些很机车的话丢给医生，完全就是想知道医生给我的建议，然后请他帮我看，因为他看我病历刷我健保卡一定知道我看过很多医生，所以他们应该就是知道说这个人是真的有病，还是他在病急乱投医，还是说他根本就是焦虑。所以我觉得就交给医生专业的看。我给廖文辉医生看的时候，就是先做听力检查，因为我口述完我状况之后，他就是先检查，然后当天刚好可以检查也可以看，所以就还算蛮幸运的。因为荣总通常都很多人，他说我的指数看起来就是低频比较听不到，然后他觉得听力一定会恢复，然后他说是我神经性跟免疫力太低造成的，他觉得这个是梅尼尔氏症。他是第一个医生认为我是梅尼尔氏的，因为我跟他说我完全不会晕，但是他跟我说他觉得就是他帮我做的处置治疗是神经修复的药物跟降类固醇的剂量，还有内耳帮我打类固醇。然后他说我可以住院也可以不住院，重点是要让我多休息睡觉，就是住院的重点是要让我睡觉，但是我是自由工作者，所以我在家里能休息的话就不需要。然后打针的部分是那时候也是当下我问说有没有需要高压氧或打针，他跟我说打针可以啊，你这个状况差不多可以打针了。然后我当天就打，然后那个打针的时候我把影片放在这边给大家看，那个打针有点惊悚哦。那时候当时医生跟我说哦这针打下去会有点晕哦，我那时候当时想说半身这样坐着晕，顶多就是这样子有点不舒服。我没有，那个要趴下来打，因为我那时候趴下来打针的时候一打完是你很像这样，就是整个灵魂被抽走，你就是整个软，然后真的一定要趴在枕头上。我在想如果我是坐着打，我应该会这样摔下去，就是真的是蛮危险的，一定要在医院打针。然后打完之后要在诊间那边休息半小时才能走，然后耳朵里面就是原本轰隆轰的声音都没了，就是变成水灌满，然后很安静，就是没有声音。因为那个针有戳过耳膜，所以耳膜它会慢慢修复回去，但是耳膜那个洞蛮痛的。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因为在荣总看的感受很好，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决定回诊都去荣总那里回，然后医生是跟我说2个礼拜后再回诊。那因为我自己觉得还蛮焦虑的，所以我当下就问诊间的护理师说，医生说2个礼拜回诊，但我可以1个礼拜回来吗？他跟我说可以啊，你觉得就是不放心就回来看。然后我就立刻当下就预约了隔1个礼拜，隔1个礼拜回诊之后，其实那个指数没有到提升很多，我耳朵那1个礼拜都还是那种很安静没有声音，就是很像被水灌满，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状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医生就跟我说他觉得一定会好，然后他叫我要多做一个运动，我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医生说叫我坐着，就是上半身要整个弯下去，然后往自己的胯下看，然后要就是有点像你的脑充血啦，这样就是让你的脑就是充血这样。他说这样可以加速那个血液的循环，然后让那个药物更好，然后也可以让你的神经修复的比较快。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每天睡前都会做这个，做20下。但是医生是跟我说，他建议我每天有时间就做，然后能做就是越多下越好。但因为我就是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是睡觉前做而已。可是我真的觉得做了有用，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很荒谬。那时候小咪就跟我说，他觉得我现在做一个特殊的膜拜，但是就是对有用。治疗期间要注意的就是要早睡。然后尽量在10点、11点前睡，然后搭配它的药物。药物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是补充那个神经修复的 B 群跟叶酸，对。然后我就是这样子依照医生开的药，然后大概吃了第2、第3个礼拜的时候又再回诊。再次回诊的时候状况就很好，可以看到它这个指数已经开始往上了，有没有？比起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有遵照医生讲的，一定会慢慢好起来。但是当时我当然也有点焦虑的问医生说，我没有感受到，就是只觉得好像没有之前那样轰隆轰隆的声音，可是还是会很紧张，怕不会好。因为我看网络上面很多人说错过黄金治疗期就治不好嘛，然后会变成永久性的损伤，所以医生就一直跟我说，你就是放心，慢慢的，它就是神经要修复需要时间，因为毕竟我们一般治疗感冒或什么，你一定会觉得吃药顶多1、2礼拜就会好了嘛，所以已经经过1、2个月，我就有点紧张。然后后来一直到12月底的时候又回去回诊，然后那时候看就是指数是越来越好，就后来只剩这里一点点，差不多在20左右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至少一切有变好。我那时候就觉得，就算没有完全恢复，至少现在的状况也是一个不影响生活的状态，就是稍微听力比较差一点。但是在治疗这段期间，我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只要我早睡，隔天状况就很好；只要我一晚睡，早上醒来耳朵又会开始轰隆轰隆的声音。所以说早睡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因素。然后一定要吃医生的药，类固醇我记得我好像吃2个礼拜到3个礼拜吧，就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再继续吃，因为医生跟我说继续吃的话不太好，而且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是就是有询问医生。所以如果你们有吃类固醇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因为类固醇吃太久的话对身体不太好。后来一直到1月多的时候，我有再回诊，然后再回诊的时候，就是整个指数全部都回来了，就是变成这样。2只耳朵是差不多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医生跟我说他觉得我可以不用再回去找他，应该就是好了。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而且也觉得好险自己有那么龟毛跟那么积极的去治疗。假设我真的就觉得第一个医生讲的叫我慢慢等就会好，然后吃类固醇的话，我可能也不一定会完全治疗好。就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最有感的是打针，所以我觉得打完针之后真的差很多，就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当然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这样很不尊重第一个医生，可是我觉得在我的病情上，他真的没有让我觉得有帮助到。虽然他治疗方向可能是对的，或者是他治疗方向就是没有错，但是我就是觉得没有变好，因为我觉得生病的是自己，就是真的不能用那么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别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什么的，因为我真的感觉没有变好。然后我真的觉得荣总的廖医师真的很厉害，就是他因为他专门看这个耳朵相关的，然后也有专门看神经性耳聋，所以我觉得你只要一讲你的状况，他大概就可以拿捏到你大概是什么程度，然后是刚发病还是发病一段时间什么的，就我就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然后像我带我爸爸去看的时候，他就说你爸爸这个时间太久了，然后看完听力图之后，他一看就说你这个耳朵神经已经坏死了，可能没办法治疗这样。我就觉得廖医师真的蛮厉害，很谢谢他。然后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要因为觉得可能是感冒就延误治疗，因为我看我自己的爸爸，我就觉得他当初就是被延误治疗，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听力退化。那我也不知道这跟遗传有没有关系，因为我是一直到我自己发生这件事情，我才可以理解我爸当年在说他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原来是这样子的状况。那我爸当时也不知道，我爸还是因为我去看医生，他才知道原来他当初那个应该是神经性耳聋，但是一切都已经错过太久了，所以他的耳朵就不会好。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的前面很难发现，然后我觉得又有一个黄金治疗期的部分，所以想说就是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对，但有遇到的话就赶快去找适合你的医生做检查、做治疗。对，然后我真的很庆幸，好险我有治疗好，对我是算蛮幸运的，我耳朵现在听力完全是没问题。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然后希望大家身体健康。